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Louis。那打从这个 DJI Osmo Pocket 的1代推出呢，它一直以来都是这个 DJI 的热卖商品。那它最主要的用户受众就是 Vlogger， 尤其是女生还蛮喜欢的。那 Vivian 当然也是其中一个用户。那我印象蛮深刻的，就是他有一天突然拿着这个全新的 Pocket 1代出现在我面前。第一次看到这个机器，我就想说，我靠，这个是啥？等一下，这是一个称赞哦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奇怪形状的相机，然后它又有内建一个稳定器。那我第一个反应呢，就是想说它到底能有多稳？那我简单试拍了一下，然后看着小荧幕里的素材回放，我就觉得它一定会红。小白新手应该也可以很简单的拍到稳定的画面。但是晚上呢，就是我一回到家，我把素材放进电脑里面，这样子一回放。我自己觉得我一直不是这种追求画质到极限的一个人，但是我觉得这个1代画质呢，我还是不给过的。白天的话还可以，但是一到了晚上，那个噪点就少不了，收音不够好，焦段不够广，萤幕不够大，那就跟所有市面上第1代的产品差不多，就是想法满分，但是实际上还有很多地方是需要升级的。2代的话，感光元件升级到了1.7英寸，新增的 DCI Like， 画面有好看一些，然后焦段变成更适合 Vlog 的20mm， 收音不止机内升级了，它还可以配一个无线麦克风来做收音来做使用，那整体的使用体验提升了不少。但是这个画面呢，始终没有好到会想要让我去购买的这个程度，直到 Pocket 3的到来。那这次 Pocket 3的画面提升呢，实在是非常的有感，非常的有诚意。从1.7英寸直接升级成1英寸的感光元件，能拍摄 D-Log-M 10比特，慢动作最高有4K 120帧。那我想 DJI 这次呢，可能是来玩真的。但是我一开始看到这个规格的时候呢，我是抱着一种既期待又害怕受伤害的心情，生怕这个期待太高，拍完素材丢进剪辑档里面，还原之后会发现画面不如意。但我发现我的担心真的是多余的。那看素材看得正开心，我就突然想到啊。完蛋了！我现在看的素材全部都是白天拍摄的，在灯光充足的情况之下，有日光的情况之下，画面好看应该是基本。那晚上的画面呢，就是有点担心，很怕它还原之后会不如意，然后我就把晚上的画面一丢进去，一还原，一看，这下我是真的安心。整体画质，尤其是晚上提升了这么多，除了归功于这个1英寸的感光元件之外呢，我想应该也是因为它的这个画素整体有下降一些。乍听之下，这个好像是一个功能上的阉割，但其实我个人是蛮支持这样子的一个改变。因为 Osmo Pocket 这个机器本来就是用来拍影片、拍 Vlog 的，我想应该不会有人真的拿它去拍照吧。那专门拍影片的机器呢，其实这个画素本来就不用太高，像是我拿来工作、拿来拍影片，正在拍摄我的 Sony A7S3，它是1200万画素，跟 iPhone 差不多。详细原因有点复杂，但是说人话就是它在拍影片会更清晰、更干净，然后尤其是晚上的时候。另外就是它有附一个广角镜，装上去跟2代差不多，就是等效15mm，是一个拍 Vlog 我觉得最舒服的焦段。所以整体的画面画质呢，我是真心推荐。那除了画质有大幅度的提升之外呢 ，Pocket 3它整体都变成一台更好的机器。机身方面呢，从原本的117克变成现在179克，60克绝对是一个有感的增重，但还是非常小巧好携带的。整体的长宽高呢，都稍微变大了一点点。虽然整体外形看上去跟1、2代其实差不多，但这次最大的改动就是它的萤幕。以前1、2代的萤幕呢，在我看起来更像是一个遥控器，不够大、不够亮，颜色不够精准，有的时候会被大拇指挡住。那这次的萤幕就改成了2英寸的 OLED 萤幕，画面更大、更亮，颜色更准，而且还可以旋转。那不管是监看或是操作都舒服很多。这不知道是谁设计的，但是整体很赞，一定要给个大拇指。旋转开机、旋转关机，然后你可以设定这个旋转后自动开录。那旋转关机是我自己设定的，如果你是要拍短影音、要拍直视的影片，你也可以这样直接竖着拍。那机身呢，它取消了原本这个滑进去的设计，它现在机身上面就是一个摇杆跟一个按钮。摇杆的话呢，也是我觉得很好的设计，可以调整云台的方向，也可以用来变焦，按2下回正，按3下自拍。按住的话呢，就是把3轴都锁定，那这样子拍 B-roll 会比较方便。然后甚至它还有这个 FPV。甚至它还有这个 FPV 模式，操作起来就跟专业的稳定器没有两样。然后另外一个按钮呢，就是录影键或是开关机的这个按键。说到云台呢，我就想要来说一下，就是现在的这个手机或运动相机都有这个防抖的功能，但是这些防抖呢是属于数位，是属于运算过的，所以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裁切。
对画质会有一些影响。那 DJI Osmo Pocket 3呢，它的这个防抖就是物理上的，像稳定器一样的防抖，所以对画面来说呢，应该是最友善的。Pocket 3呢，还有另外一个升级的重点就是它的对焦。那我们先来说一下，在正常的拍摄的情况之下，单次对焦的话，你可以点一下你想要对焦的地方，它就会锁定那边，开始运镜，然后如果前面有人经过，它就不会对到前面，然后再对到后面，这样子焦跑来跑去就会失去一些质感。连续对焦的话呢，就是它会自动帮你对焦。然后有一个新的这个展示模式，就是优先对焦镜头前面的物体，很适合一些网美网红展示一些东西，然后你就可以不用像以前这样子做这种标准动作。然后这次的智能跟随呢，它有新增蛮多种模式的，像是它这个主角跟随的模式，它会牢牢的抓住在画面，然后最靠近正中间的这个人脸，然后不管你怎么移动，它都会尽量让脸保持在正中间，所以边走边自拍，你就不用管构图，放心走你的讲你的，或是你如果在镜头前面煮饭什么的走来走去，你就不用担心你的人会走出这个画面之外，或是你在拍摄 B roll 的时候呢，你可能会担心自己的运镜不够稳，那你可以点2下你想要置中的物体，它一样会牢牢的抓住它，然后你开始运镜，相机就像自动导航一样帮你置中，这样你运出来的画面呢，就是又稳又好看。或是说你不想要这个物体在正中间，你可能想要它在左下角，那你就可以用这个预构图跟随，然后把你想要抓的画面呢，先放在左下角，点击一下摇杆，它就会帮你抓住。一样，你就是开始运镜，然后它就会稳稳的帮你把这个东西放在左下角。所以你不用担心自己不太会运镜，或是运起来不太顺、不太稳，就是你可以稍微练习一下，我觉得运起来都会蛮好看的。然后这边可以给你2个大原则，第一就是你不要有这个太大幅度的运镜，那第二的话呢，就是你在运镜的时候都保持均速移动。那我觉得掌握这些稍微练习一下，你拍出来的画面一定都是可以用的。那拍 vlog 呢，除了画面好看以外，当然收音也是另外一个必要的条件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它机身的收音。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呢，是从这个 DJI Osmo Pocket 3机身所收到的声音。那我觉得它的音质还不错，然后这次还有3个麦克风，所以你可以根据你的情况去选择你想要前指向、前后指向或是全指向的收音模式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这个机身收音不够好的话呢，它跟 Pocket 2一样，有一个无线麦克风可以来做使用。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呢，是从这个全新的 DJI Mic 2发射器所收到的声音。那这次呢，你就不用像 Pocket 2一样还要装一个东西才能连线，你现在可以直接连线这个 Pocket 3的机身。那它这次很贴心，有附一个小小的磁铁，你可以像我这样子吸在胸口前面，你就可能不用夹在衣领上面，衣领可能会松垮垮的这样子。然后它还有这个同步录制、同步暂停的功能，就是按下去开始，按下去它就会结束。然后它这次会有这个震动的提醒，所以你就不会发生这种你以为你按下去了，你以为你录影了，结果没有录到这种悲剧发生。对，那整体来说，我觉得音质我试听了一下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是看一下大家觉得怎么样。那接下来我想要来过一些锦上添花的功能。那这次的续航呢，相比2代它又提升了。4K 60帧的话呢，可以拍摄116分钟。108024帧可以拍摄166分钟。那我自己实际使用下来呢，我感觉就是加上这个续航手把，整天的使用是没有问题的。当然，这个充电的速度也蛮快的。现在你也可以直接拍摄直视的影片。在这个短影音盛行的时代呢，我觉得对于创作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设计。云台现在支援180度的旋转运镜，有需要的创作者呢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炫炮的功能。跟1、2代一样，它有一个延时摄影功能，从左到右、上到下的这种延时呢，真的是在没有滑轨或是其他配件的资源之下，只有 Osmo Pocket 可以做到。我觉得它在拍摄人的肤色的时候呢，这个自然亮肤的提亮就很刚好，有精神，但是不会太多。所以对于这种脸会出镜的人来说呢，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功能。配件部分除了刚提到的这个麦克风发射器跟它的防风罩、背夹磁铁，还有广角镜之外呢，这次的全人套装呢，还有 Type C to Type C 的快充线、手绳、1/4的螺纹手柄、续航手柄、迷你三脚架。这次呢，还有一个所有配件都可以放进去的收纳包，当然还有这个经典的保护壳。那你可以同时收纳扩增镜，或者你可以额外购买一个柔光镜，然后上面可以夹一个麦克风。那我想要特别提一下这个续航的手柄，那我自己觉得还蛮喜欢它的，它有点像是一个电池的感觉，就是可以充电，然后它下面还有一个锁孔，你可以锁这个迷你三脚架，或是锁一些自己的一些配件，或是可以放在三脚架，就是大的三脚架上面。那产品评测最后一定就是来聊一下它的缺点。那我想要先说结论，就是真的没有太多可以批评的。第一点呢，就是你没有办法真正的直拿直拍，就是虽然你可以这样直着拿直着拍，但是它的4K 分辨率会变成3K。就是因为它的镜头是横的，它没有办法直着拿的时候直着拍。那如果你想要拍摄4K 直视的话，你就得横着拿，然后再把画面转成直的，这样子你的镜头就是直的。但是横着拿拍直的，我觉得如果可以直拍，然后直拿，这样子是最好的设计啦。第二点呢，就是你在拍 log 的时候，它的机内没有还原。像是我在拍 Sony 的相机的时候呢，机内拍 log 的时候，它是有一个辅助还原的功能，所以你看到的颜色不会是灰色，是有颜色的。那你用 DJI Osmo Pocket 3的时候拍摄，它就是灰灰的。那我自己是希望它可以增加一个还原的功能，可能在拍摄的时候会更友善友好一点。最后的最后就是价钱，全人套装呢，这一次是21900，
比 Pocket 2的全能套装16800贵了5100块。我把它列为一个缺点，就是因为它涨价了。但这次不管是画质、萤幕、收音、续航、对焦等等的都提升了。但 CP 值部分呢，我不是专家，所以我觉得这个 CP 值部分就交给大家自己去评估了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。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欢迎在下面讨论留言。那我是Louis，我们下支影片见 ，Peace。跟大家讲，这是我录的第2次。第一次呢，大家在后面看到的这个灯棒，其实它是前面在打光的这个反射。原本呢，我是把它放在这边直直的，然后在讲话的时候呢，我录完之后我才发现，因为我一直没有看萤幕，我录完才发现它一直在我前面晃来晃去。我在剪的时候呢，有点受不了，所以我就重录了1次。然后我刚从泰国回来，所以还没有回高雄，所以这个办公室是朋友的一个小房间，借一下，然后来拍一下。那很感谢 DJI 提供这个产品，好不好？没有金钱来往，所以这个也不是业配。那所有的东西我也可以讲我自己想要的东西，所以很心观看。那感谢 DJI， 感谢大家的收看，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。